Charles Munger 卖掉他一半的阿里巴巴，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惨不忍睹啊！我们作为投资者该怎么办呢？今天我还会分享投资高手的3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和策略。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经常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看我的视频了。那讲到今天的主题了啊，现在的世界事情是发生的非常多、非常快的，所以这一次呢，给大家探讨一下中国的最新的经济数据啊。Omicron 这个病毒变种啊，它的传播力要比以前要多很多啊，所以呢，以前在欧美甚至香港也已经爆发了。中国内地呢，一直是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所以一直到1个多月前还没有爆发。但是终于是挡不住 Omicron 的疫情开始爆发了，而这个时候中国还是坚持着清零的政策，要把疫情防到最少，不惜封锁城市。我们看到上海封锁了，最新的广州也封锁了，其他的很多地方也有局部地区的封锁啊。这些封锁对于商业活动，包括消费者去买东西啊，或者是工厂里面的生产啊，都会是影响很大很大的。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的 PMI 这个数字呢是降到了48啊。PMI 是什么呢？就是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是采购经理的指数。我们要生产之前，先要去采购原材料，对吧？那如果采购的原材料的指数下降了，也就代表着一个工业活动开始放缓了生产的时候啊，对于未来的市场的需求和它生产的产量也开始保守了，所以他们采购的时候买东西买少了，所以降到了48。PMI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数。那在这个同时呢，其实现代的产品它要用的零件很多。那最先我们看到NIO蔚来汽车呢宣布他们会完全停止生产他们的汽车，为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很小的零件供应不上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厂商要生产不同的零件，任何一个零件缺少了，这个完成的产品就无法生产了啊。我们之前看到有芯片的短缺，对吧？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之后，又有能源的短缺，甚至是涨价啊，所以这个也是对经济会不好，对个别的股票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所以呢 ，ING 预测，如果上海封城封到4月底的话，这会对中国的 GDP 的生产降低 2%。那如果广州啊，还有其他的地区也开始封城的话，对中国的 GDP 会影响更多。那所以呢，中国的不同的部门也宣布了他们会灵活的用货币政策和不同的货币工具来刺激经济。换句话来说，他们会放水，会降低利息，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到市场里面会有更充裕的、更多的资金去从事商业活动。但这个量化宽松到底行不行呢？我们还要看着之后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数据啊，未必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们再看一个数据，中国3月份的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比上一年是涨了 1.5% 啊，这个通胀啊是非常的低的啊，美国现在是 7.9% 了啊，明天公布的通胀数字，我个人预测会超过8%，甚至是失控的超越8.4%、8.5%，所以相对来说，中国的 CPI 是 1.5% 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但是中国的另外一个指数 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是涨了 8.3%。Producer Price Index 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价格指数。消费者买的时候只是给多了 1.5%， 但是生产工厂出来的时候是多了 8.3%， 中间那个差距谁承担了呢？这里看到是中国的零售商和其他的一些企业啊，也就是说竞争可能是非常的高，消费市场可能是非常的疲惫，所以这个时候做生意难做，做生意的企业
把这个成本自己扛了，而不是转嫁到消费者里面。那我们可以预测到之后中国企业的业绩报告出来，他们的盈利也会是放缓甚至是下降的。那其实呢，这些业绩的放缓已经不是新的事情了啊。我们看回之前的阿里巴巴出来的一些业绩报告，我看了之后根本觉得是没有在成长，还在萎缩啊。当时阿里巴巴虽然已经从300多块跌到100多块，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么高的一个市盈率，这个经济还在萎缩，它的盈利还在萎缩，这个市场上有更好的其他的选择，所以我一向是不太看好阿里巴巴的啊。当时有很多人来问我，但是 Charles Munger 看好啊，人家是股神啊，人家的眼光不会错的，对不对？我跟着 Charles Munger 买就可以啦。那今天呢，又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Charles Munger 把他手头上所持有的大量的阿里巴巴抛售了，减持了一半啊。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所持有的剩下的一半也可能会在未来继续的减持抛售。那我对于阿里巴巴这个公司的看法呢，以前也在不同的 YouTube 视频里面有分享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相信这一次 Charles Munger 减持阿里巴巴，也是他看到了刚才我所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中国的数据，再加上现在美国通胀失控，所以联邦储备局要加息，美国的10年的国债已经的利息涨上去了，在这个时候中国要降息来刺激经济，所以第一次美国的国债的利息要比中国的国债利息要高，这是另外一类的国债债息倒挂。因为一般来说呢，美元因为是世界储备货币，买美国国债相对的风险要比买中国的国债要低，因为买中国国债还要牵涉到一个外汇的风险。另外，中国现在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也有一点点的风险，导致以后的欧美可能会制裁中国，所以中国国债的风险肯定要比美国国债的风险要高，但是现在它的利率要比美国国债要低，在这个时候债券投资者就会抛售中国的国债，把资金转回到美金市场去买美国国债。所以如果是这样推算的话，我们可以预测到未来人民币也有可能会贬值。所以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对中国的股票也要相对的开始谨慎一点。从 Charles Munger 这一次减持阿里巴巴的事件当中，我学到了什么呢？我看到有3样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做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千万不要说谁股神在买。我们以前看到 Cathie Wood 在买什么股票，哇，好多人去跟着他买，结果 Cathie Wood 减持的时候，这些股票是跌得不得了啊。这些股神他们通常买股票的时候，因为量很大，会把股票的价格扯高，我们作为小股民跟着去买的话就会高追，当他们抛售的时候，他们的量又会很大，一旦抛售的话，我们如果当时是高追的话，肯定会亏损。当然他们一抛售还会引起媒体的报道，引起更多恐慌的抛售，所以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去跟着大咖买股票。我们要做的是独立的分析，看到一些人家还没有发现的股票，在人家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先在低的价位买好了，一旦这个股票受到一些大咖股神的垂青，他们去买了，又有很多人跟着他们买了，这是我们获利最丰厚的机会了啊。那第二呢，我们买股票一定要灵活的，而且不断的更新。今天的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想象不到俄罗斯会进入乌克兰，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料成本会飞快的增长，供应链会有中断，中国的经济放缓，这些因素都是最近才发生的啊。我们一定要非常灵活的更新，而且千万不要给我们以前所做的决定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限制枷锁。所以第3点就是我们要敢于认错，今天的我要敢于打败昨天的我，否定昨天所做的决定。我看到很多的人买了一只股票跌下来了，不舍得卖，一直持有，然后这只股票一直跌，到最后是损失很多啊。我们看到 Charles Munger 有着股神的光环，他都敢于在他
买入的价格更低的价位的时候，承受了损失去卖出阿里巴巴。所以我们看到 Charles Munger 这位股神也不怕没面子，错了就立马去改正。所以你现在手头上有没有一些股票买了之后亏了本不舍得卖掉，但是应该是要卖掉的呢？如果有的话，大家想一想你学到什么，应该怎么去做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启发啊！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来你学到什么，还有怎么样去应用。最后给这个视频点赞与分享，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次再见。